威廉，你知道食物有饱腹指数吗？有的食物吃起来比较饱，有的食物吃起来比较不饱。我知道啊，你说富含纤维跟蛋白质的食物吃起来比较饱，那是造成饱腹感的重要成因。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针对单一食物，哪些食物就真的饱腹感比较高，哪些食物饱腹感特别低。如果我们能够挑选饱腹指数高的食物，那我们就不怕减肥饿肚子咯。这可重要了，只是不知道这饱腹指数是怎么界定的。饱腹指数是指在摄取相同热量但不同食物以后所产生的饱腹程度，而饱腹感则是指吃完东西后出现的食欲丧失状态。个别食物的饱腹指数是指跟特定食物的饱腹指数效果进行比较后计算出来的数值。饱腹指数这个概念是1995年由澳洲雪梨大学研究团队提出来的，他们发表在欧洲临床营养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将38种常见食物以吐司面包的饱足感作为依据，经过受试者摄取特定食物在2个小时内每15分钟跟吐司面包的饱足感做比较，给出一次评级计算出来的。同时他们在做完一项食物评级后还可以自由用餐，看看他们实际还能够吃下多少东西，用以确认他们饱腹感的准确性。这项研究的饱腹指数还蛮准的，后来经过多次的研究也没能够推翻这个饱腹排名。首先我们来讨论几个饱腹指数最差的食物，你猜是什么啊？我猜是水果吧，水果是吃不饱的。那你就错了哦，你不要忘记水果富含膳食纤维，只要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饱腹感都不会太差。排名垫后的3项食物分别是可颂、蛋糕、甜甜圈，跟白吐司100%的饱腹指数比起来，分别只有可颂 47%、蛋糕 65%、甜甜圈 68%。哦，都是我爱吃的，但这些东西都很甜腻，感觉吃起来很饱，为什么饱腹感会最低呢？首先，这3项食物都是高脂肪的食物，跟吐司比起来，吐司奶油含量约占主材料面粉的 5% 至 8% 左右，相比于可颂的 50% 以上和蛋糕的 30% 左右，甜甜圈的 10%。垫后的这3种食物都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尤其是可颂跟蛋糕。而根据2018年澳洲坎培拉大学研究团队针对膳食脂肪纤维与饱足感关系所做的一项汇整分析研究就指出，由于能量密度高，脂肪对饱足感的影响微弱，这取决于每克每单位能量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脂肪热量密度高，每1公克的脂肪含有9大卡的热量，是糖类和蛋白质4大卡的2倍以上。而我们刚讲过，饱腹指数是以固定的热量下去比较，不同的食物脂肪的热量高，所以食物的分量就会减少。既然食物量少，饱腹感也就自然而然的降低，所以能量密度越高的食物，通常饱腹感就越低。同时，这3项垫后的食物精制糖的含量特别高，像甜甜圈，不止面包体本身含有蔗糖，同时还裹满糖霜。而蛋糕的蔗糖含量更几乎快要等于面粉的量，至于可颂的蔗糖也是吐司的2倍以上。精制糖是一种高度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它几乎不含其他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并且能够迅速被消化吸收。摄取过多的精制糖会导致血糖浓度快速上升，这会促使胰岛素大量释放，进而快速下降。这我们多次讲过，胰岛素波动过大会让人容易产生饥饿感哦。那水果呢？你说水果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指数又有多高呢？水果的饱腹指数不低，其中香蕉的饱腹指数只比白吐司多一点点，是 118%， 排名23；葡萄 162%， 排名第9；苹果 197%， 排名第5；柳橙饱腹指数排名第4，是209%。哇，苹果的饱腹指数不低耶，难怪有人会拿它当减肥食品。可是香蕉那么低，我倒是没料到。通常水果膳食纤维越高和水分越高的饱足感就会越高。这4样膳食纤维和水分含量最高的的确是柳橙，而香蕉和苹果比起来苹果如果削皮，膳食纤维不如香蕉，但是苹果的含水量较香蕉高，而且如果不削皮的话，苹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就很高，几乎跟柳橙并驾齐驱。而葡萄是这4种水果里面膳食纤维最低的，但是葡萄的膳食纤维低，饱腹感却比香蕉高。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水含量高，但更因为它的能量密度每100克含有64大卡，比苹果每100克含有49大卡和柳橙的100克含有44大卡高出近1/3，但还是比香蕉的每100克85大卡少了快1/3的热量。
所以香蕉的饱腹感最低，主要是跟它的能量密度几乎是苹果跟柳橙的2倍，葡萄的 1.3 倍有关。而葡萄也因为跟苹果、柳橙比起来，能量密度比较高，饱腹指数因而落后不少啊。那么比水果膳食纤维更高的就是蔬菜咯，而它们的能量密度更低，难道是蔬菜的饱腹感最高？可惜在这38项食物里面没有包含蔬菜。不过根据2018年一篇由马来西亚顶尖大学、国民大学和沙巴大学联手的研究团队，针对水果和蔬菜摄取量对饱足感影响汇整1995年到2017年的分析研究就指出，餐前或餐中食用水果或蔬菜可以促进饱足感，并有利于减少能量摄取。所以水果蔬菜的高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几乎是共识了。尤其是能量密度更低的蔬菜，只要能够搭配食物摄取，就能增加饱足感，减少能量摄取，当然一定有利于减肥啊。那这样我猜饱腹指数最高的一定是蛋白质食物。你说过很多次，蛋白质饱腹感很高，因为它们可以刺激瘦瘦针原料的肠泌素跟胆囊收缩素，这2种激素都可以抑制食欲。对呀，蛋白质食物不但可以刺激抑制食欲的肠泌素、胆囊收缩素，还有肽 YY， 还可以抑制产生食欲的饥饿素呢。所以有关蛋白质食物最能够带来饱足感的研究很多。因此2020年一篇由巴西顶尖大学、巴西利亚大学所针对高蛋白饮食对肥胖者食欲影响的汇整分析就指出，在超重或肥胖的个体中，较高的饮食蛋白质摄取可能会透过增强饱腹感来影响食欲。那么能够大大影响食欲激素的蛋白质食物，它的饱腹指数又是多少呢？鱼的饱腹指数是225%，夺得第2名；牛肉176%，第7名；菊豆168%，第8名；而鸡蛋150%，只能排到第13名哦。除了鱼以外，没我想象中的高耶。为什么鸡蛋饱腹指数那么低呢？那是因为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比较低，鸡蛋每100克只含12.7克的蛋白质，而牛肉每100克约含有19克左右的蛋白质，鱼肉每100克约含有21克的蛋白质。虽然牛肉蛋白质含量没有比鱼肉少太多，但是饱腹指数却排到第7。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牛肉100克约有250大卡，而鱼肉100克的热量约只有166大卡，能量密度牛肉比鱼肉大很多，所以一样是蛋白质食物，饱腹指数排名却差这么多啊。那你赶快说，到底打败牛肉跟鸡蛋的还有哪些高手？就是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主食啊，像第1名的马铃薯323%，第3名的燕麦片209%，全麦做的棕色意大利面排第6名，饱腹感是188%，全麦面包和谷物面包是157%和154%，排名第10和第11名。所以这样看起来，膳食纤维的饱腹指数还是比蛋白质厉害嘛。蛋白质动用那么多的食欲激素，只有鱼类比较厉害，反倒是膳食纤维含量高的主食类跟水果类排名那么前面。不光是膳食纤维的功劳哦，还有抗性淀粉。燕麦跟马铃薯都是抗性淀粉很高的食物，马铃薯煮熟的时候抗性淀粉约含 3%， 燕麦约含 3.6%。 抗性淀粉是一种很难被消化的淀粉，跟膳食纤维的功能很像，而马铃薯跟燕麦都同时具有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而且燕麦的膳食纤维是马铃薯的 6.5 倍左右哦，但是马铃薯却再一次以低能量密度打败高能量密度的燕麦，夺得第1名。因为燕麦每100克有406大卡的热量，而马铃薯每100克却只有77大卡的热量，是白饭的1/2都不到。这么低的能量密度才是它夺得冠军的主因啊。那白饭呢？我最爱的白饭是多少？表现不算太差哦，只排在鸡蛋后面2名，饱腹指数是138%，排名15。而你说的吃面比较不饱也是真的，白意大利面只有119%，排名22。不过关于马铃薯，我还要强调一点，马铃薯如果拿去炸，饱腹感会立刻下降，因为脂肪会大幅增加它的能量密度，而膳食纤维也会受到高温的破坏，再加上油炸的酥脆感提高马铃薯的适口性，会让人越吃越想吃，所以炸马铃薯的饱腹感立刻降到116%，排名降到27名。而油脂含量更高的薯片饱腹感就只有 91%， 是倒数第7名啦。哇，差别真大。不过有了这个排行榜，再加上蔬菜跟掌握原理，减肥要能吃饱可真是简单啊。